古池是个年轻的另类画家，他的作品以灵异、恐怖和诡秘著称。清明节的前夕，他只身一人来到女朋友的故乡马家庄，准备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潜心创作。他和女友事先呢就约法三章，作画期间相互不通任何往来。马家庄是一个自然行政村，紧邻城郊，自然气息浓郁。这里属丘陵地带，还有一条与长江相连的内陆河流响水河环绕，使得地理环境显得与众不同。10年前，马家庄是当地著名的农家乐度假村，被称为城市后花园。然而如今马家庄的商业活动早已变得萧条冷静，那些饭庄、酒店、歌吧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建筑风格独树一帜的村街也因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庭院破旧，看上去呢一派颓废的景象。为啥？源于马家庄前几年发生的几桩怪诞的事情。先说一桩，有个城里的游客在一家原生态野味菜馆吃过午饭以后，走出马家庄就双目呆滞，浑身惊觉，神思恍惚，后来变得抑郁怔怔，成了个痴呆患者。接连发生第二桩，村子里开酒吧的男子夜晚去山坡边的菜园子挖野菜，不知咋的竟一路从菜洼跑回来，还大声的狂喊，说看到无头人了。他一边叫一边将簸箕里的红根菜沿路撒掉，至今仍神志不清，讲话疯疯癫癫的。还有第三桩、第四桩，反正呢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城里人来这里度假观光了。刚刚发展的有些起色的农家乐也便因此熄火了。头脑活络、有门路的村民大多进城经商，那些老弱病残者仍旧守着几亩薄田，蹉跎岁月，日子过得清苦。关于马家庄的奇怪论坛，古池是听女友介绍的。尽管如此，马家庄还是马家庄，独特的乡土气息与自然风景依旧，加之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诡异事件，正好满足古池对另类艺术创作风格的需求，刺激绘画灵感。古池从省城直接赶到了马家庄，依照女友事先的指点，很容易找到他家控制的一幢房屋。那是个用篱笆围成的院落，3间高大的平房后面还有一排矮屋子。10年前，女友的父母就在自家经营锅巴餐厅，很是赚了一把。除了供闺女念完高中大学，他们还在城里购买了门面，继续经营着锅巴饭厅，生意呢越做越红火。篱笆墙上爬满了青藤，庭院内氤氲着凝密气息，院门上一把锈得发黑的大锁，看得出有些年头了。古池摸了摸大铁锁，冰凉冰凉的感觉直透心底，但锁孔摸得光亮。堂屋里十分宽敞，墙角放着一张仿红木的抽屉桌子，样式挺打眼的，上面盖的塑料布落满了灰尘，看上去很久没有人动过了。在堂屋里稍作休息，他就进了最里面的一间大房子。看房子收拾得整洁干净，心里不禁一喜。上周他曾向女友透露要来他老家马家庄安静创作的信息，女友一早就告知了家人，请人事先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丢下旅行包，他就背着话剧出去了。马家庄呢并不大，丘陵地貌特征亦不明显，但是这里的乡土景致
古朴民间都令他萌生创作的冲动和灵感。比曾经到过的那些古镇名村还要给力。他在附近没有溜达多远，就发现一处奇特的景致。山坡下，一棵老槐树的周围错落有致的梨花，盛开着雪白的花朵，看上去就像是画在坡面上的一卷画卷，煞是的迷人。他欣喜若狂地走到老槐树跟前，仔细地欣赏一番，然后找准一个角度，支起了画架，对着老槐树示意丹青。在这远离城市的原野村庄里写生，感觉真妙。返回的途中，古池思考着怎样给这第一幅作品起个恰到好处的名字。突然，他听到一声痛苦而恐惧的哀嚎，仅仅只有一声，那声音撕心裂肺。他猛地一怔，忙打住了脚，往周围搜寻一圈，只见到处炊烟袅袅，雾色霭霭，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貌似没啥异样。他以为自己是因旅途疲惫而产生了幻觉，就兀自回到住处了。天色陡然暗淡下来，屋顶上乌云流淌，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此刻，古池刚开始吃晚餐，就着散装的卤花生米，自斟自饮从城里带来的低度小曲，或是酒精激发了灵感，脑海中清晰地蹦出“邪术生花”这4个字。他正得意给这幅画想了一个异端的名字，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凄婉的哭喊声。此时外面又刮起了大风，整个村子都沉浸于一片悲戚之中。作为暂居者，古池当然不会关心村里的喜怒哀乐。晚餐结束以后，他欣然地在画作旁题下“邪术生花”，正思考着该怎样进一步精雕细刻这幅写生画时，大门外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古池愣怔片刻，暗自思忖，谁会知道自己来到这里呢？小鬼儿子，快开门！我是……他赶紧从屋里赶出来，打开院落的大门。门外站着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对方定定地看了古池几秒钟，甩出几句硬邦邦的话：“我是你女朋友的大叔马开春，算是你叔岳父。你晓得不？刚才村子里死了一个人。”古池急忙握住对方的手，摇了摇，亲热地叫了一声“大叔”。您好啊，大叔。他曾经呢向我提及过您这长辈，我知道您是马家庄的治保主任，群众基础好，地位高。晚辈这次来马家庄写生作画，还得仰仗您多多关照。说着，二人走到了堂屋。马开春看见堂屋桌上铺展着一张画，不禁一惊问：“这是你来马家庄画的？”望着对方疑惑的眼神，古池嗯了一声，赞赏道：“大叔，马家庄真是个好地方啊，处处都是风景。”马开春颇有几分愤慨，连连说：“晦气，晦气！”正欲伸手抓起那幅画时，被古池一把拦住，不解地问：“哎，大叔，到底怎么了？”对方指着画上的古槐树，额上的沟壑更深了，双手颤抖：“那棵槐树多少年了，是棵邪树，他就吊死在这棵树上，连脑壳都掉了。”马开春告诉古池，村子里有个年长外出打工的女孩，回到马家庄住了几天，傍晚时分，跑到鬼望坡下的老槐树上上吊了。鬼望坡，古池正想问马开春这个地名的来历，才看清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头。老头佝偻着腰，一只手掩着鼻子嘴巴，还轻轻咳出声。马开春把他推到古池的面前：“
是城里来的文化人儿，俺孙女儿吊死在老槐树上，请你帮忙写个生平简历，好在她下葬的时候捎过去。老头顿了顿，上下打量古驰一会儿，又看了看桌上的画，瞪大眼睛：“你是个画匠？哎呀，那就更好了，还得请你帮俺孙女儿画个镇魂符，和生平一起烧给她。”言毕，老头忍不住轻轻的哭了起来。没等古驰应承，佝偻的老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讲述了起来。他说他家的孙女叫马小淑，今年26岁，职校肄业，从小在响水河边长大，直到千禧年某个夜晚，她的灵魂脱离身体，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天晚上，马家村在老槐树附近举行了大型的篝火迎宾活动。待活动结束，城里客人散尽，村里人开始收拾残局的时候，大概11点以后，马小叔的母亲忽然从山坡上跑下来，疯疯癫癫的喘着粗气，双腿一软，跌倒在地。只见他披头散发，浑身沾血，手往山里的背面指，说了几句没人听得懂的话，就咽气了。马小叔闻讯从家里赶过来，只瞧了他娘一眼，便晕死过去，还说了几天胡话。后来他再也没有去上学，出门打工去了，还杳无音信。前几天，马小叔突然回到马家庄，对家里人说10年前他就魂体分离，而现在早已经活腻了，要让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合为一体。马开春蠕动了几下嘴巴，补充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村子里有人把那个地方叫鬼望坡，平日里呢，更是少有人独自前往。”武池听的是毛骨悚然，手中握着的笔差点滑落，连忙转头望向了马开春，他问道：“他说，这事儿？”马开春反剪的双手移到胸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哎呀，小叔呢是个苦命女伢子呀，还算马家庄风水好，不然10年前那个晚上，她的肉身和魂魄就会一并死亡，跟随他娘一道进地狱修行去了。马小叔这次回家吊死是灵魂附体，不得久留，明天大早就要送到县城火葬，你赶紧写好他的生平，画好他的镇魂符。”这差事不容古池推辞，虽说他不甚懂何为镇魂符，但他在一些地摊书上看到过什么是镇魂符、还魂符之类的图案，也便煞有介事的画了一张镇魂符，还学着道士的模样，将陈纸搁在左肘上，念念有词一番。送走二老，夜已深了。古池在院子里舒展了一会儿筋骨，又揉了揉太阳穴，才发现风停了，雨未落，空气里并没有一丝血腥味儿，植被和泥土的芳香倒是让他觉得心旷神怡，诗意浓浓。烧酒壮胆，马家庄之夜尽管颇有几分诡异，但这种厚重的诡异气氛恰好能够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决定在这个夜晚探访鬼望坡。由于植被繁茂，村子里有无月色都是一样阴暗。那些沿村街居的人们以前都是开店的，现在大多是闭户外出经商了。而那些仍居住在山旮旯里的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了。远处的山坡上，那些从窗口映出的微弱灯光没精打采，迷迷糊糊，
宛若一双濒临闭上的眼睛，令人生畏。不知不觉，古驰来到鬼望坡边的梨园，风乍起，月朦胧。随着脚步的逼近，他猛然看到那棵槐树下面悬挂着一个什么东西，像秋千，在风中微微的摆动。老槐树周围那些盛放的梨花显得更加的妖娆，鬼魅至极。不是说马小叔就吊死在这棵树上吗？难道还有用于上吊的绳索没有取走？这样一想，他的胆子大了许多，探秘心理更加强烈。他抽出一支烟，以便驱散血腥味儿。可是就在他点燃火机的瞬间，眼睛余光隐约看到槐树底下悬吊着的竟然是一颗人头，长长的头发垂直而下，随风飘动。古驰认为那一定是错觉，更不愿意相信老槐树下悬挂着的是一颗真正的人头。他拿出手机，用荧光屏照明走过去，近处一瞧，天哪，居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头，正下方的地里还有一处凝结不久的血液。古驰打了一个激灵，两个小腿肚子不由自主地颤个不停，吓得差点尿裤子了。他没多想，转身便往回跑。乡间的泥巴小径，夜色漆黑一团，村宅小院不时传出狗吠猫叫。他跌跌撞撞跑了好一阵，才踏上村街的水泥道路。街上没有行人，鬼气森森。他喘息未定地摸了一把额角的冷汗，却摸到了一手烟灰。又走了一节村街，他蓦然地看到路边上有人正在点火烧着些什么，火光中能看清楚蹲在地上的一个大男人。他勇气总算大了点儿，走近仔细一看，只见那男人正蹲在路边烧着纸钱，随风飘飘荡荡翻飞的冥币灰像一只黑蝴蝶，在夜色中飞舞，妖娆怪异。古驰正欲问他为何在深夜这里烧纸钱的时候，不料对方抬起头来。此时男子眉毛上挑，一双红肿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满是憎恨，盯得他心里发怵。一路上他仍想着那个人，那眼神像是刀一样刻在他心里，令他胆寒心惊。自己只是马家庄的一个寄居者，为何产生如此沉重的憎恶？再者，村子里大多数人已经外出经商，他的闯入对村子有任何威胁吗？这一惊一乍，回到屋子的时候已经是12点钟了。他匆忙洗了个热水澡，心情慢慢平复下来。虽说惊魂已定，但他毫无睡意，决定在这个鬼气的夜晚作画。推开窗后，空气清新的涌进来，在映射出的那一片亮光里，他看到窗外漫天飞舞着冥币。马家庄到底怎么了？不就吊死一个女孩子吗？难道还有稀奇古怪的风俗吗？别人的村庄事不关己。第二天上午，古驰出门写生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他这次要去作画的地方是马家庄久负盛名的古三国战场旧址。相传，关羽镇守荆州时，率兵北攻樊城途中，就在此地与曹军交锋。这场战斗，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大获全胜。关羽喜不自胜，顾不得休整，便骑着他心爱的赤兔宝马，在那片土地上跑了一圈，并给此地赐名马家庄。当地的百姓曾在马家庄修筑过一座关帝庙，后来在大运动中被拆掉了，
如今的古池战场只一洼山地，10年前的农家乐红火的时候，这里建了个游人跑马场。眼下的跑马场早已面目全非，荒无人烟。不过此处留有传说中关羽拴过马的一块巨石，这一块是被称之为拴马石的巨石，倒有几分像一匹奔腾的骏马。那炼狱般的战场血光冲天，风吹不散，血魂似乎仍旧在上空悠悠荡荡。他从那些历史的印记中找到了创作灵感，让自己的神思在穿越三国之路灵感大发，很快的就在现场完成了一幅写生作品。返回住处，古池坐在庭院里，聚精会神的加工润色画作，背后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马开春直接打开院门，行色匆匆的过来。又出大事了！马开春树桩似的站在古池的身边，看到画架上的跑马场，双眼睁得牛眼大，颤抖的手指指着上面那个栩栩如生的拴马石，神情黯然，悠悠道：“这个地方，这发生命案了。”古池一怔，搁下画笔和颜料，看了看马开春，又看了看画作，莫名其妙：“什么？您说跑马场死人了？”马开春点了点头，说：“有个在跑马场附近菜畦翻地的人。”先是听到一声毛骨悚然的惨叫，等他爬上山坡循声望去，只见一名高个子男人正扛着一具用芦苇裹着的尸体朝着响水河疾步走去。他还清楚地看到席外面只有露出2只光光的脚。古池问道：“开春大叔，您去跑马场看过了？”“哎呀，我这才从跑马场赶过来，那个拴马石上还有一滩尚未完全干涸的血，看起来呀，那个杀人凶手连尸体也一并抛到响水河里了。”“报警了吗？”马开春直摇头，凑上前吁一口气：“哎呀，如今留在马家庄的村民大多都是老弱病残，我就想着折回来叫上你，我们先移到去响水河那边看看，到时候才好向警察提供更加准确的案情报告。”2人来到跑马场，拴马石石壁上果然有着一大块的血迹，像泼上去的一样，恐怖吓人。古池捡了根树枝拨弄几下，但血液早已凝固了。从血迹的流向看，遇害者可能是撞在石头上而致命的。跑马场与响水河隔着一片桃树林，这片桃树林当时是作为观赏林栽植的。10年过去，因无人看管，也没人稀罕几个桃子卖钱，桃树也就胡乱生长。他们在桃树林里找到几处零星的血迹，应该是凶手转移尸体时候留下的。刚转过一道坡坎，就看到有人正蹲在地上，朝着响水河磕头作揖。古池呆愣了稍许，不禁把那个人多看了几眼，似乎有点面熟。马开春说那人是马疯子，10几年前就疯了。原来他就是当年某个夜晚看到无头人后疯掉的那个开酒吧的男子。古池禁不住感慨他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如果不是被吓疯了，他或许现在也能像马家庄的其他人一样，在城市里做生意，说不准还能成为大老板呢。响水河是连通长江的一条内河，他们沿河流往下走了一截，发现一只布鞋，鞋上沾满了血迹。那鞋子很平常，马开春脚上就穿的是这种普通的布鞋。不是说那芦苇席卷的尸体光着一双脚吗？难道这只鞋子就是从尸体上脱落下来的？那么还有另外一只呢？望着河水，古池像个侦探，
皱眉思考着这个充满血腥的问题。马开春在丢鞋的地方蹲下来，一步一步地移向河边，最后直起腰，没有把握到凶手应该是从这里将尸体抛进河里的。古池跟着水流走，自言自语，这河不大，流速也不快，那具尸体应该就沉在这附近的水里。马开春及时纠正，你错了，这是响水河，与其他内河有所不同。响水河深得很嘞，河里还有暗沟，涨水季节河水就会哗哗直响。响水河呢，是因此而得名的。如果找不到尸体也并不奇怪，因为尸体可能被卷进暗沟了。那么裹尸体的芦苇席应该不会被卷进暗沟吗？走，我们往下游寻寻看。眼下这个季节，河床很浅，河水默默地流淌，泛着清光，看上去透出几分诡异与神秘，令古池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没走多远，他们果真在河里看到一张破旧的芦苇席，被一根树木挂住了。那些荡在水中的芦苇须活得像一根根求生的手指。马开春找来一根竹竿，将那个芦苇席拉到岸上来。古池往后退了几步，若有所思道，看来凶手就是本地人了。他利用响水河的暗沟毁尸灭迹，可谓聪明决定。这话似乎让马开春生气了。虽说马家庄曾发生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儿，但这里自古民风淳朴。我老马在这里当了多年的治保主任，自有法子查出凶手。而古池脑海中浮映的那些血迹，每处血迹就有一个细节，将那些血迹拼凑起来，就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犯罪故事。白天写生，晚上作画，就是一个无月之夜。古池依旧开着卧室的玻璃窗，呼吸着村庄的新鲜空气，但窗外夜空下寂静黝黑的树木令他心存恐惧，甚至担心树上会突然悬吊一个留着长发的头颅，害怕有人扛着一具赤脚尸体从窗前走过。他一边作画，还时不时地朝着窗外瞟上一眼，仿佛和什么人做一个阴森恐怖的迷藏游戏。夜深了，画也做完了，古池冲了杯咖啡提神。就在他折回画架前的一瞬间，眼角的余光看到窗外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他顿时觉得脊背一片凉意，身上的鸡皮疙瘩也爬起来了。怎么？难道真有鬼魅现身吗？他走到窗前，往外瞧了瞧，夜幕下的院落只有树木和青藤。他再次坐定，集中精力给画作做了一些修补性的工作，习惯性的摇了摇脖子，抬起头望了两眼，不禁一怔，一颗倒挂的人头张着大嘴，流着鼻涕，两颗眼珠子鼓得快要蹦出来，正对他怪声怪气的狰狞的笑着。他走上前，用手机屏幕光照了过去，看到村里那个马疯子趴在树上，倒着一张肮脏的脸，对着窗子傻笑。马疯子，你真是疯的可以，倒挂在这里吓唬我！啊呸！我吃没好气的责骂一句，啪的一声关上窗户，拉好了窗帘。这马疯子晚上没事儿转悠村街时，看到有扇窗子亮着灯光，才翻进院子玩恶作剧的。古池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收拾工具。然而他非但没有赶走马疯子，反而招惹马疯子在窗外叽里呱啦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古池有意关掉电灯，凑近窗边想听他到底说些什么。那些反反复复含糊不清的话语中，古池大致听明白了，
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原来他在骂古池是马家庄的克星，在哪画画那就有血案，要赶他离开这里，让村庄得以安宁。难怪自己走在村街上，好多人都拿异样的目光打量他。原来马家庄的居民已把他当做了怪物，是个给村庄带来灾难的灾星。几次都碰上这个疯子，这古池觉得事情有点蹊跷，想立刻拉开窗子问个究竟，可对方是个大疯子，能与他争辩清楚吗？怎么可能呢？我去哪个地方作画之后就会发生血案。古池迷惑不解，回到座位上，在脑子里细细的梳理了一番。马疯子说的没错，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在2个地方写生，而这2个地方都发生过血案。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他写生的地方与血案仅仅是一种巧合，要么是鬼望坡跑马场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自己的到来，凶手便直接利用他，在那2个地方实施杀人计划。想着想着，古池不禁感到后背发凉。他是个专攻诡异题材的年轻画家，这正合乎他的创作素材。因喝了咖啡，加之刚才马疯子的打扰，他睡意顿失，决定再画一幅画。可此时电灯拨不亮了，屋子里漆黑一团。拉开窗帘，马疯子早已离开了，但外面依旧没有一丝亮光，村子里好像都停电了。走出卧室，他用手机屏幕光照亮，在堂屋里寻找蜡烛，随手拉开墙角抽屉桌中间的那格，里面是几本过期的杂志，没有蜡烛。抽屉边空隙里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他好奇地拿来看了一眼，纸条明显被撕掉了一截，上面留着一行娟秀的小楷：或许不该来马家庄，这里有太多无法释怀的。看得出来，纸条是裁下来的半截烟盒纸，看上去已经放在抽屉里很长时间了。无法释怀的什么呢？古池手里捏着纸条，猜测被撕去的内容。然而这句没头脑的半截话就是什么意思？是谁留下来的？难道这间屋子也曾经住过其他的外来人？没电，画是画不成了。这一夜他合衣而卧。写生回来，路经村里的小卖部，古池特地购了一些食品和一瓶烧酒。接待他的店主是位漂亮大姐，穿着某品牌味精厂的罩衣，高大的额头，一双眼睛生得圆溜溜的。古池付了2盒方便面的钱，可女店主说仓库钥匙在老公手里，现在货架上只有1盒方便面，要么退钱，要么明天再来拿。古池说自己住在村街，明天来拿好了。女店主呢，忽然就露出了怪怪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了古池一番，2只大眼珠子翻白，恶狠狠地问道：你就是开春哥哥家的客人吧？你还要在马家庄住多久？他狠狠地横了古池一眼，凶悍表情像是一只母老虎。但古池呢，并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敌意，只是点头，蹙眉想了一下，回答：不会太久吧，等把村子里转个遍就离开。不料女店主却鼻子一哼，顿时瞪大眼睛，提高嗓门道：哼，我看你是想把马家庄画个遍吧？嘿，有些事情恐怕就由不得你了。说完以后，他就往货架里面挤了去了。古池不知女店主是啥意思，也懒得和他理论，只是在心里觉得奇怪，马家庄为何不欢迎他？碰到的人都对他怀有敌意，俨然把他当成了一个入侵者。
回到屋子里，顾池稍作休息，乔装打扮一番，然后从院子后面一个侧门悄悄地溜了出去。他要去刚才写生的地方验证在哪画画哪就有血案的事实。这次古池在响水河边的一个高坡上画了马家庄的全景，对准的角度是那条村街。画出的作品还算满意，可他心里隐隐感到了几分害怕。那个高坡上到底会不会滋生血案呢？是否会印证马疯子的预言呢？据说以前关帝庙就建在那个高坡上，这里是农家乐火的时候村集体出资在山顶这块地修的关帝庙旧址的石碑，还修筑着一个简易的纪念亭。因长期没人看管维修，那亭子已经破旧了，现在看上去山顶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树，根本没有多少遮掩。正在看响水河的时候，突然听到前面的山坡上传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仅一声就戛然而止。他不禁心里一凛，难道真要应验那个疯子的预言吗？那声音传出来以后，山顶却不见人影，他急忙停下来，坚信山顶还会继续发生点什么。恰好不远处有截废弃的院墙，他弓着身子大步跑过去，躲在了院墙后边。喘息稍定，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山顶上有无变化的时候，身后突然传出了窸窸窣窣的响动。回头一看，他惊愕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了，全身不由得打着寒战。原来他看见有一只脏兮兮的大手正从草丛里面慢慢的伸出来。谁？他屏息凝神，倏然的惊呼一声，但是没等他回过神来，脚下一滑，就被那只大手给拉了下去。原来这里面是条死沟，以前村民用于灌溉的渠道，由于周围长满了荒草，10年过去，这条渠道早已成为一条狭长的枯壕沟了。古池被里面的杂草蒙了一脸，等他好不容易睁开眼睛适应里面的环境，再定睛一看，拉他下来的那只手早已不见了踪影了。从刚才的声音分辨得出来，一定是那个人故意把他拖进这条沟里的。可他究竟是谁呢？出于什么目的？此时为何又逃之夭夭？古池百思不得其解，恨当时没能及时抓住那个家伙。等他爬出了壕沟，走到外面，就看到山顶上有个人趴在亭子上面，正双手撬动着琉璃瓦，貌似寻找着什么东西。不一会儿，山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亭子忽然倒塌，山顶飞腾起浓浓的烟尘。这一声巨响，料想整个马家庄都听到了。村里立即有男男女女朝这边跑过来，古池跟着他们爬到山顶。浓厚的硫磺气味直呛喉咙，想必刚才是炸药的爆炸声。只见马开春倒在地上，浑身乌烟瘴气，脸上沾满了血迹。刚才看到那个爬到亭子上拨弄琉璃瓦的人，就是马开春了。是谁将炸药埋在亭子柱子里？趁马开春爬上亭子之时引爆炸药，毁了亭子。大家伙七手八脚的把马开春抬起来，才发现村里的马疯子也站在旁边，正傻乎乎的看着马开春，一副惊魂未定的神情。爆炸的前因后果似乎显而易见，古池扫了2眼马疯子，神色顿时凝重起来。所幸山顶上的亭子并不高大，炸药威力也不够，否则马开春将随着亭子轰然炸毁而粉身碎骨。他在家里睡了2天，伤势开始明显好转。古池在村街杂货铺买了100块钱的滋补品，他要去看望马开春。想起女店主还插他1盒方便面，于是向守店的男人索取。那男人疑惑不解地盯着古池，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见货架旁边的墙上
挂着一幅人像照片。古驰定眼看了一下，嘴巴一撅，手指着照片说：“哎，就是他，让我来拿方便面的。”什么？你说？对方像是见到了鬼魅，回头看了一下照片，然后两眼盯得古驰心里发毛。男店主连连后退，嘴唇颤抖着：“你，他让你来拿方便面，他我老婆3年前就死了，难道你是从阴曹地府那边来的？”古驰又是解释了一通，男店主越听越糊涂，眼睛瞪得更大了，惊恐万状：“难道是他的阴魂还留在这店里卖给你东西？”四目相对，两人的心里都在猜疑着对方。前往马家村的途中，古驰碰见蹲在一堵墙边的马疯子，正扬着一只手在墙上划拉着什么。古驰站在树边观察了好一阵子，发现他在墙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反复辨认，终于看清楚是什么：不该来马家庄。几个字的周围，他还画有一些类似小山或者是坟墓的图案，整体看上去阴森可怖。古驰递上一支烟，打燃火机替他点上。马疯子抽烟的姿势挺娴熟的，猛地吸了几口，朝古驰傻笑，忽然伸出一只手，张开指头在空中挥舞，叽里哇啦的嘟囔起来。古驰明白，对方骂他是克星，到哪画画哪就有血案。古驰注意到他那只手，恍惚中分明是从草丛里伸出来的那只。看着可怜又可恶的马疯子，古驰脑子里倏地闪过一道灵光，一拍大腿，心中蔚然长叹：你这马疯子命够大的。马开村住在村街的最后面，屋背后就是连片的丘陵，他额头上让琉璃瓦划破了好几道口子，一条胳膊和小腿也摔得青肿。古驰去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现在他独居在家，老婆随儿子住在城里做生意，这令古驰很是钦佩。马开春能守在马家庄做质保主任，实在不容易，难能可贵。关于自己怎样受伤的事情，马开春是这样给古驰解释的：清明节快到了，将会有许多马家庄的人返乡祭祖，山顶上的关帝纪念亭是他们回老家后必须祭拜之地。亭子上的琉璃瓦脱落了几块，有些漏雨，他便随便找个空闲的时间爬上去修补，没料到那个疯子竟然带上一包炸药，把亭子给炸了，还害得他身体受了几处伤。开春大叔，你怀疑是马疯子在亭子下面埋的炸药？你现在都伤成这个样子了，就不准备报警吗？古驰故意在报警二字上加重了语气，接着道：说不准真相并不是这样，而是那个背尸抛河的家伙制造的阴谋诡计。马开春的嘴角微微翘了起来，噎住了几下没有吭声。古驰道：开春大叔，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你是质保主任，平时难免要得罪人的，那个用炸药炸你的人就是报复杀人的行为，在法律上会罪加一等的。马开春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动未动，脸色白一块黑一块。古驰注意到了马开春脸上的古怪表情，那不像是来自伤口的痛苦，于是尴尬地笑了笑，立刻转移话题，漫不经心地问：大叔，响水河的那具尸体现在不知道找到没有？如果派出所来了个片警，在跑马场和河边拍了些照片就走了。自从这地方的农家乐塌火后，上面就没有谁愿意关注这个鬼地方了。听得出马开春在刻意回避什么。此时此刻古驰没有看到
马开春家院子外的一棵树边有一双泛着邪恶的光芒的眼睛，似乎看透院子里2个人的心事，伺机伸出锋利的魔爪。偏僻安静的村庄总是显得安宁静谧，村街打扫的也挺干净的。从马开春家离开，古池并没有立刻返回住处，他想独自去响水河边走走。跑马场那块拴马石上的血迹已经被冲洗干净了，仿佛这里什么也不曾发生过。绕过一道山坡，就看见前方袅起青烟，大概有人在河边烧野火吧。而踏上河坝，才发现那床裹尸的芦苇正在被焚烧殆尽，还剩最后一点跳动的火焰。开春大叔说过，片儿警拍了一些照片就走了，说不准那裹尸芦苇上留有重要证据。现在一把火烧掉，岂不是毁了罪证？他站在河坝上左右张望了好一阵子，却不见踪影。河水还是那样缓缓地流淌，波澜不惊。村庄不大，站在河坝上，村街以外的旷野尽收眼底。不知道什么时候，亭子炸毁的那个高坡边上忽然窜出来一个人来，手提着蛇皮袋，正急匆匆地朝着村街方向赶去。那个人仿佛从地里冒出来似的，给空旷寂寥的秋野平添了一份神秘与怪诞，格外的刺目。此刻古池想到了从地里冒出来的那只手，不禁眼前一亮。他跑下河坝，奔向那条颓废的枯河渠。可惜这几间屋子电路出了毛病，没有灯光，古池只得急忙关上窗子。就在他退出这间屋子，走到房门玄关的时候，脚踢到一样硬物，血腥味更是扑面而来。凭目光照过去，天哪！屋角躺着一个人，他紧握着手中的铁锨，缓缓一步上前，身子抖得像狂风中的树叶。心想，这个盗贼破窗而入就摔倒在地，真是罪有应得。见对方蜷缩在地毫无动弹，他的胆子一下增大了许多，凑近猛踢了一脚，硬邦邦的，是个死人，地上还有一滩血迹。他作画的过程中睡了一会儿，睡梦中曾听到过一声尖叫，像荒山野岭猫头鹰的哭喊。难道这个人就是那个时候被人杀害的？古池急忙退出了凶案现场，打开堂屋大门。昨天在门楣上装着的一盏路灯正好派上用场，拨亮路灯，庭院转瞬间亮堂起来。背倚着篱笆的披毛鬼身子一颤，扭头朝古池看了一眼，拔腿就冲出门外。别跑，我知道你在装神弄鬼，院子里死了一个人。随着古池的叫喊，披毛鬼跑出了一截打住脚，一把扯下头套折了回来。见是那个杂货店的女店主，古池吓得比刚才那具尸体还要厉害，连连后退几步。这次真的是见鬼了，嘴唇直打哆嗦。你不是3年前就死了吗？怎么你难道你是从阎王那边过来的？说什么呢？你才是从阎王那边来的呢。对方拿出一把加长手电，在庭院里扫来扫去，恶狠狠地说：喂，画家小伙，你说院子里死了一个人，谁死了？古池指了指里面，在那间空房子里有人被杀了。那女人用手电照了照古池手上的铁锨，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几步跨进那间空房子，只看了一眼地上那具尸体，就嚎啕大哭起来。天哪，你怎么死在这里啊？是谁杀死了你啊？我的姐夫！顿时马家庄的夜晚陷入了一片悲戚。这个女人叫小丽，她的哭喊声惊醒了村街的住户。随后马开春佝偻老头披着衣服赶了过来。马开春找来电线，把堂屋和堂友尸体的那间房一并搭上电。凶案现场通体明亮，死者是村街杂货铺的老板马立新，40来岁，
双手捂着胸口趴在地上，从其伤口来看，是被人一刀捅进心脏致命的。这间空屋子乍看起来是个相对封闭的密室，谁会在这里手刃马新立呢？马开春铁青着脸看着小丽，又看了看古池，始终一言未发。佝偻老头始终保持着冷静，问古池：这阴雨天你没出门，待在院子里画画？古池明白前面的几位马家庄的人会往下继续推理什么，此刻他没有胆量回答这个问题。哪画画那就会有命案。马疯子的胡言乱语一语成谶，处处应验。他真不知道这个荒诞的度假村到底怎么了。小丽停止哭泣，掐着古池的脖子，一边撕扯一边怒斥：我姐夫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狠心杀了他？这小丽原本和马疯子是夫妻，自从男人疯了以后，她就与姐夫马新立打得火热。前几年她姐姐终于无法容忍，干脆服毒鼠强一死百了。为了避嫌，小丽并没有嫁给马立新，二人只是长期保持着那种关系。古池一时百口莫辩，这才想起来手上还紧紧地捏着那把铁剪。四周打量起屋子来，挤进来好多乡亲，一双双怒目，恨不能将他生吞活剥了。他一脸委屈又愤愤难平，问道：开春大叔，您说我能杀马新立吗？这夜半三更的，小姨子来这里装什么皮毛鬼？姐夫翻窗入室遭遇杀害，只有他们两个心里清楚，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想干什么勾当，现在反倒是血口喷人。接着他还把当时自己在这房间里看到的情景说了一遍，当即拿出手机表示要报警。马开春舔了舔嘴唇，拦着古池，又将小丽拉开，然后稍作思忖，走过去一把推开那扇窗子，映出的灯光照亮了一大片地方。佝偻老头夺过小丽的手电，朝外面的树林照了一通，突然看到有个人蜷缩着身子，衣袖沾满了块块血迹，一动不动地蹲在树崖上，那一双血红的眼睛望着窗子，杀气腾腾。佝偻老头摇了摇手电，照着那棵树问道：马疯子，看你把谁给杀死了？小丽忽然扑到窗子边上，朝着外面破口大骂：你这个千刀万剐的疯子，马立新真的是你杀的？马疯子并没有因屋里人多而惊慌，而迎着灯光跳了下来，嘴里骂骂咧咧：你在哪儿画画，那就有血案。他没有往窗内瞧一眼，转瞬间便消失在了黑夜里。沟渠被两边蓬生的杂草覆盖得严严实实，外人根本想象不出这里曾经是一条灌溉的渠道。古池沿着沟壑处找到了有新鲜踩踏的痕迹的地方，钻了进去。同上几次见到的情况一样，里面到处是藤蔓牵扯，树枝纵横。他这回留了个心眼儿，专往遮蔽严实的地方走。在杂草丛里看到了一个骷髅和几块膝盖骨盖。古池外出写生，曾到过国内许多地方，山野峡谷人和动物的骨骸并不鲜见，早已见怪不怪了。可这沟渠里的几块人骨令他心生一抖，丝丝的寒意从脚底爬上来，四肢一片冰凉。趟过好几层藤萝，他发现这条沟渠还有分叉，像过去战场上的堑壕。里面的分叉不再像沟渠，而像是地道，里面黑乎乎的一片。他用手机屏幕光照了照洞壁，从其成色上看，这地道已经有些年头了。想到了进驻马家庄这几天来的重重杀机，他顿时没有了继续钻进去的探秘的勇气。这条神秘的通道里，不知隐藏着马家庄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或许所有噩梦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想到这里，
他浑身一阵哆嗦，逃也似的跑了出来。清明前后雨水特别多，古池从神秘地道里爬出来，天空开始淅淅沥沥的下起了雨。原本外出写生的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了。他前脚刚跨进院子，后脚就进来一个人。来者是那个佝偻的老头，手里提着酒袋子，进屋就搁在墙角的抽屉桌上。他掸了掸衣袖，满脸谦和的神情，自个儿拖了把椅子坐下，微微的笑道：上次麻烦你给俺孙女儿写生平书，画镇魂符，这2瓶酒算是俺老头的一片心意。顾池没有推辞，说了几句安慰话宽慰老头，不料老头却连连摆手：他是个灵魂出窍的孩子，活着那才是饱受人间炼狱之苦，现在他的肉身死了，和灵魂合体了，这可怜的娃呀，总算得到真正的解脱。言毕，老头的鼻子猛抽了几下，用手抹了一把浑浊的眼睛。顾池心里说不出悲哀还是酸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顿顿说道：马小叔的肉身也实在是死得惨不忍睹，那天晚上3更了，他的头颅仍悬吊在老槐树上。你都看到了？老头佝偻的身子微微前倾，抬起头盯着顾池。顾池点头说：看到了。你看到的那不是马小叔的脑壳，而是他的阴魂。老头忽然瞪大了眼睛，表情肃然。他是横死的，我们连夜就把他送到县城的殡仪馆火化了。顾池是个无神论者，当然不会和佝偻老头理论灵魂学方面的话题。他满脑子装着对沟渠的重重疑团，想了想，单刀直入地问：听说村子里有条地道，老人家您一定去过吧？马疯子都告诉你了？老头仰了仰脖子，站起身，忽然压低声音：马家庄的事你就不要掺和了，好自为之吧。老头踮起脚，伸长胳膊在顾池肩头拍了2下，转身匆匆忙忙地离去了。望着佝偻老头单薄扭曲的背影，顾池脑海久久回味着他的告诫，正如那条残缺的纸上写着的，马家庄有太多无法解释的。咯吱咯吱，作画的古池伸了个懒腰，正欲洗把脸上床休息时，忽然听到屋外篱笆院门打开的声音。他把台灯转了个方向，尽量让卧室暗下来，佯装已经睡着了。他提高警惕，手里攥着一把用作房门插销的铁剪，蹑手蹑脚地走到堂屋，站在门后，双目从门缝里注视着院子内的动静。庭院被浓密的树影笼罩，月光照不进院子，一片黑暗。古池隐约看到有团黑影站在院子的一棵树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屋子2扇大门。那是谁？为何夜半3更私闯院子？古池恨不得立刻拉开大门冲上去给他几铁剪，但他还是稳住了。不一会儿，那人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燃一支烟，微弱火光中，古池看到那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2只眼睛闪着幽幽绿光，几缕长发披挂在面前，正好流出叼烟的嘴巴，和传说中的皮毛鬼一模一样。随着烟火一闪一闪，古池那颗恐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但他绝对不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皮毛鬼，那一定是人伪装成的。于是古池轻轻地拖了把椅子，坐在门后，那条细细的缝隙正好可以看到外面皮毛鬼的大致状态。城里来的大画家。
正当古池体验诡秘氛围与惊恐快感的时候，忽然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在古池身后一间的空房子响起，在这死寂般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毛骨悚然。他被吓了一大跳，好半天才缓过神来，颤声问道：是谁？没有人回答。那个嘻嘻声戛然而止，接着那扇门咔嚓一声打开，空房子里所有的黑暗仿佛一下子涌了出来，堂屋显得更加黑暗了。因为是个阴霾天气，古池没有出门，待在屋子里作画。按照疯子的说法，难道这个庭院也将有一桩血案发生？他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凉气，不祥的预感顿生。他迎着那扇门走过去，扑面而来的夜风夹杂着血腥味，吹得他身子寒意阵阵。打开手机屏幕光照进去，看得见屋子一扇玻璃窗大开着，夜风正往里面猛灌。有个鬼魅般的黑影正以极快的速度从窗台边跑过去，然后爬上一棵树。听说是马疯子杀死了马新立，屋里有人议论着那是一种报应，还说人类所有的恶劣行为都是有前因后果的。马开春说话了，泱泱的感慨道：如果让警察抓走马疯子又能怎样？他毕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是的，法律对于他那类人不会过于严苛惩处的，然而他所犯下的罪行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古池满脑子迷糊，或许正如马疯子所言，自己真是马家庄的克星，于是决定提前离开这个无法释怀的村庄。马开春组织劳力将尸体运出院子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微微发亮了。院子平静下来，古池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才发现大门边站着佝偻的老头。正疑惑他怎么还没有离开，老头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往古池面前走过来，欠了欠身子，悠悠道：马新立是替你死的，离开马家庄之前，你应该去吊唁他一下。古池心里震惊不已，脑海忽然闪过一道亮光，原来是马疯子用屠刀前来见证他的预言，误打误撞地杀死了马新立。可是小丽和马新立来这里恐吓自己，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还是佝偻老人帮古池解开了这个谜团。他们不想你在马家庄里画画，因为这里不需要外人打扰，更不需要宣传。这么说，老槐树上的人头、拴马石的命案也都是马家庄人炮制的假象，赶我离开这里的恶作剧。古池若有所悟，但一时困惑难解。可是那晚我明明看到老槐树上挂着一颗人头啊。也不全是，马小叔并不是在老槐树上吊死的。他不是连脑袋都给吊得与身子分离了，怎么还不是吊死的？老头轻轻咳了几下，娓娓道来：古池进入马家庄前2天，马小叔死于一场车祸，因他是孤儿，老爷爷强行将他的尸体运回来，在马家庄安放。自从这里的农家乐倒闭以后，10年来马家庄就相对成为了一片荒芜之地，少受外人打扰。见古池是个画家，极有可能通过作品对外宣传马家庄，马开春坐不住了，决意将他尽快的撵走。可他毕竟就是自己未出5夫的侄女的男朋友，只得采取恐吓的方式让他自愿离开。于是私下和佝偻老头他们商量，称马小叔吊死在他作画的地方，便就有了那颗悬挂在老槐树上的人头了。为了不让外人久留此地，马开春可谓是费尽心机，制造一起恐怖血腥事件来吓唬马痴。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关帝纪念亭的爆炸险些让他丢了命。
不明真相的众乡亲都说是马疯子杀死了马新立是报应，是天意，而古驰认为马疯子整天在村子里转悠，应该是偷听到了马开春那画画，那就有血案这一桩密谋。可马疯子毕竟神志不清，一时陷进了这个魔鬼游戏，便也有了马疯子制造几次血腥事件的发生。真的不能在马家庄待下去了。古驰收拾行装的时候，在马新立被杀的那间空屋里，意外看见一把折断的洛阳铲，铲子上沾有一片胭脂盒，上面写着楚魂二字。这块纸分明就是堂屋抽屉中那张被撕掉的一角。再仔细看看洛阳铲，古驰茅塞顿开。这里是古三国战场，楚国交通要塞，风水宝地，藏有楚王墓。那条四通八达的枯壕沟，想必就是通向楚国的盗洞。联想到自己进驻马家庄以来所发生的一连串怪事，古驰终于明白个中缘由。留守这里的人煞费苦心掩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地下那些楚墓了。明天就是清明节了，那些回乡祭祖的人是不是……想到这些，他额头冒出细密汗珠，拿出手机，毫不迟疑地按下了110。环绕村庄的响水河仍在静静地流淌，如同一个个楚魂失声哭泣，悲泣而苍凉。